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上次咱们发起了一个投票，大家一致对从心理防御机制看心智成熟度这个话题最感兴趣。今天它来了，我给大家整理了16种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从不成熟到成熟，有好有坏。小伙伴们也可以参考一下，看看自己是否成熟。我们先来看一个文学形象阿 Q。虽然在鲁迅笔下，他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反面教材，但抛开时代背景和创作目的，不能否认的是，他确实很会自我安慰。比如，我们家先前比你阔多了，这是理想化的编撰，儿子打老子，采用了合理化的解释，别人能动，我动不得。又用到了情绪转移。虽然这些话不能减轻身体上的疼痛，但能让他心里舒服很多。这就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你想啊，在那样一种社会，一个最底层的雇农流浪汉，如果没有精神胜利法来缓解外界带来的威胁和焦虑，阿 Q 的一生可能都不需要写到第9章。这样说，大家应该了解心理防御机制是什么了，就是当一个人面临挫折或者冲突的困境时，通过内心活动有意无意地帮自己摆脱烦恼，恢复心理平衡与稳定的适应性倾向。当然，生活中的困难远不止一种，也就决定了没有一招鲜的防御机制。而且有的心理防御机制能帮我们适应环境，但有些也会引起逃避退缩的行为，甚至导致心理疾病。而用哪种和怎么用，往往取决于心智成熟度，所以它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我把这16种心理防御机制分成5大类，整体按照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顺序来介绍，小伙伴们可以对号入座，看看自己符合哪几种。听名字就知道这一类是比较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主要包括否认、退行、压抑和潜移。否认是最原始最简单的心理防御机制，就是拒绝承认不愉快的事情。比如我小时候打烂东西立马捂住双眼，看不到就假装没发生。你看，还有点主观唯心主义的味道，其实就是怕挨打。我妈问了也死不承认，不是我弄的，她自己掉下来了。结果很多时候还是免不了一顿毒打。很多成年人也会用这个方法拒绝接受客观事实，比如曹操。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退行是指一个人遇到了挫折，表现出跟其年龄不符的幼稚行为，是一种反成熟的倒退现象。比如我这几天压力大，写不出稿子了，我会觉得自己生病了，需要休息。这跟我小时候一提上学就跟我妈说肚子疼是一样的，有没有同感的小伙伴？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肚子确实会疼，这是极度排斥引起的生理反应。所以心理防御机制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无意识的。还有像遇到挫折的大人，变得爱哭更依赖父母，也属于退行。压抑和潜抑虽然也是逃避性防御机制，但相对于前面2种稍微成熟一点。压抑是有意识的控制自己，不去想不愉快的事情，以减少心理上的创伤。潜意是无意识的主动遗忘，就是大脑把不好的经历隐藏在潜意识中，但这并不代表事儿就真的过去了，它还会无意识的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比如一个人养了5、6年的狗死了，他非常伤心，一段时间后别人聊起这个事儿，他都会快速转移话题，这就是压抑。又或者他的狗是5月份死的，一段时间后他觉得自己没事了，但每年的5月份他都会不自觉的情绪抑郁，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潜意。这一类也是比较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因为都有点自欺欺人的成分，主要包括歪曲、反向、合理化、抵消、分裂。歪曲是把客观事实加以曲解，使其符合内心的预期，虽然也很原始，但跟否认的死不承认不同，它是指鹿为马。比如小时候我跟别人抢玩具，我妈过来打我，我会说那是我的玩具，是我先拿到的，其实那明明是人家的。长大了也是一样，只不过不会那么直接。比如我看到同事升职了，会觉得他走了关系，而且坚信自己认为的就是事实。你看，小时候的玩具，长大了的职位，都是自己想要的，所以用的方法都毫无二致。关键是这个方法也只能安慰一下自己，用多了只会封闭自己，歪曲现实。反向比歪曲稍微高级一点，就是有意的采取与潜意识相反的行为。有句老话说得好，此地无银300两。就像有些家庭伦理剧，一个继母不喜欢丈夫前妻留下的孩子，但如果表现出来又害怕招来非议，就表现得很爱他，对他特别好，来证明自己是个称职的后妈。再比如一个男生喜欢某个女生，不是直接表达爱意，相反总是捉弄她。一个女生喜欢某个男生，会经常把讨厌他挂在嘴上，小伙伴们可以去验证一下。合理化就是找个合适的理由为自己的失败和错误辩解，让自己能够接受，避免伤到自尊。像阿 Q 说的，儿子打老子就是合理化的解释，虽然这个理由并不合适。生活中比较常见的酸葡萄甜柠檬心理就是这样，别人吃葡萄不给我吃，我就说它是酸的，自己有个柠檬再酸也要含泪吃下去，还说它是甜的。
所以这种防御机制也不太成熟。抵消就稍微有点小心机了，就是用象征性的行为来抵消已经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或者犯下的错误，让自己心里舒服的同时，也起到了掩盖的作用。简单说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比如我小时候一旦表现得乖巧懂事，我妈就知道我肯定又捅娄子了。再比如一个男人出轨了，为了消除罪恶感，在家都会对老婆更好更体贴。聪明女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分裂在自骗型防御机制中比前几种高级一点，但不多，而且使用不当可能会影响心理健康。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是适应环境，分裂就是根据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意识割裂开来，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候会出现矛盾和不协调的情况。比如张三在同事面前非常随和，但对老婆孩子就非常刻薄，上网的时候又变成了无脑喷。这并不是他虚伪，而是戴着不同的面具来生活。攻击型防御机制就是不逃避不骗自己，把心里的不满都发泄出来，主要包括行动化、转移、投射。行动化是比较原始的攻击型防御机制，通过行为把情绪发泄出去，而且往往是不理智的行为。比如小时候要买什么玩具，父母不给买，就开始撒泼、躺地上打滚、摔东西。因为有次挨得太狠，后来我就不敢用这招了。成年人也会通过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发现，摔东西、酗酒，严重的也可能自残和报复社会。转移可以理解为有条件的行动化，就是心里不满先憋着，等到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再释放出来。就像我刚刚撒泼挨打了，下次我就不敢再行动化了，但气还在撒。我看到隔壁小孩正玩得开心，就上去给他揍了一顿，这就叫转移。转移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一位老师没有孩子，他就像疼爱自己孩子一样，用尽心血关怀他的学生。另外，转移往往也是无意识的，比如上班被领导骂了，回家莫名其妙的就给孩子打了一顿，事后又后悔了。所以尽量找合适的转移目标，不要把最亲的人当成情绪垃圾桶。投射是将自身一些不良的思想、动机、欲望赋予到其他人或物身上，再反过来指责他们的行为和想法不当，贼喊捉贼。比如一个学生考试作弊，他会觉得其他人也作弊，自己抄的那点不算什么。再比如我一个朋友，平常喜欢看小电影，跟朋友聊到这种话题的时候，他都会露出鄙夷的表情，你们还是少看点吧，伤身体。其实内心暗自窃喜，我就知道不止我一个人看。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虽然可以让内心得以安宁，但会影响对事物的客观判断，造成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代替型防御机制是由另外一种事物来代替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减轻心理上的不平衡感，主要包括幻想和补偿。幻想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上的退行，因为想象中的世界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天马行空，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比如小时候，虽然考试及格的困难，我还是经常幻想长大了上清华还是上北大，纠结的要命。长大了也一样，经常幻想哪天要是中奖了，一定开豪车住别墅，欺负那个天天欺负我的领导。一些游戏也是因为能满足现实满足不了的幻想才这么受欢迎，比如 GTA 想怎么玩怎么玩。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幻想终究解决不了现实问题。补偿就相对成熟很多，就是虽然有不足会自卑，但是努力通过其他方面的成功来填补缺陷，建立自尊。比如一个学生家境贫寒，自己身材弱小，但他学习刻苦，永远都是第一名，这就是补偿。很积极，很励志，它能让一个人不被负面的情绪压垮，缩小缺陷带来的影响，把阻力变成动力，放大成功的可能性。建设性防御机制是心智成熟度比较高的一类，主要包括认同和升华。认同就是在成长过程中有意无意的通过模仿自己尊崇的人的特质和行为来建立自我、肯定自我的过程。小时候老师家长都会跟我们说，你看那谁谁谁品学兼优，你要向他学习啊，就是仿同的例子。我们自己也会主动仿同，比如崇拜一个人，会不自觉地模仿他的穿着打扮、说话形式，但是需要正确的判断。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影响真的很大。最后一种是升华，就是把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冲动、欲望这些，用能被自己和社会接纳的方式建设性的表达出来。举几个例子，小时候经常被欺负，长大了考进警校来维护社会治安，喜欢打架斗狠，就跑去练拳击参加比赛。失恋了，把悲伤化为力量，投身到创作中。歌德就是失恋的时候写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在所有的防御机制中，升华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不管在儿童还是成年都健康和积极的。好了，这就是16种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经常用的哪些，并
并不是说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就一定不好，成年人的压力远比小孩子大多了，所以偶尔偷个懒撒个娇没有什么问题，也不代表就不成熟了。只有长期使用比较原始的防御机制，除了安抚内心，对处境没有正向作用，这样的人才可能不够成熟。另外，也不必强迫自己立马学会成熟的防御机制，慢慢来就好。你像提出和完善心理防御机制的2个大神，弗洛伊德跟荣格还互掐呢。弗洛伊德说荣格跟他的患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荣格说弗洛伊德对男性有依赖心理，一个比一个狠，跟村口大妈吵架没什么两样。所以心理防御机制可以拿来参考，没必要被他们束缚。只要心理健康、有修养、有担当，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公元前219年，有个叫徐福的人找到了秦始皇，跟他说自己有个项目，做成了可不只是收获金钱美女这么简单，那可是直接升天，直接成仙，也就是长生不老。现在呢，就缺点启动资金。秦始皇一听有点意思，心想自己金钱美女权力地位都有了，无奈这身体硬件跟不上，有再多也无福享用，等于是看着干着急。于是当下决定，这个项目我投了，这项目我投了。然后徐福就拿着融资来的钱和人东渡瀛州寻找长生不老药。投资嘛，终归是有风险的。徐福一去再无音讯，秦始皇还没拿到分红就先挂掉了。但自从秦始皇带了节奏之后，修仙这个事儿就变成网红活动了，汉武帝、唐太宗纷纷打卡，只可惜都不了了之。所以说从古至今，人类在寻找长寿密码的道路上就没停过脚步。不过跟古代的科技不够，神话来凑不同，现在人们研究的方向和手段更科学严谨。2009年，有一位叫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的教授，凭借发现端粒和端粒酶如何保护染色体这一成果，解开了人类衰老的奥秘，这也让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后他把研究成果写在《端粒效应》这本书里。今天咱们就揭开人类衰老与寿命的神秘面纱。我们会发现有些人老得快，有些人老得慢，有些老人童颜鹤发，精气神十足，有些年轻人未老先衰，下个楼都得心肺复苏。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先来看看衰老的过程。有个哲学典故说，一条船今天换个侧板，明天换个龙骨，直到有一天零件全部换了一遍，那这条船还是不是原来的船？人类的身体就好比是这条船，身体除了神经组织之外，其他部位的细胞每天都在通过分裂的方式更新，也就是说每过一段时间你就是全新的自己。如果细胞每次分裂都没有变化，分裂次数也可以无限累加，人就不会老也不会死。问题就在这儿，细胞是会衰老的，分裂的次数也是有限的。1961年，生物学家海弗列克发现，在营养充分的情况下，人体细胞分裂的极限也只有50次左右，这叫做海弗列克极限。细胞停止分裂之后，就意味着一个人真正进入了衰老期。为什么人体细胞分裂次数有限呢？就要说说端粒这个东西了。咱们都知道，人体细胞有23对染色体，携带着人类的遗传信息，主要由 DNA 和蛋白质组成。端粒位于染色体的末端，它也是由 DNA 和蛋白质组成。但不同的是，端粒的 DNA 在细胞分裂时不参与编码，说白了，它的作用就是保护染色体，就好比是鞋带两端的塑料头。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变短一点，直到它短的不能再短了，细胞就停止分裂了。端粒的长度反映了细胞复制的潜能，所以它被称为细胞寿命的有丝分裂中。端粒的长度跟基因有关，不过人们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端粒最短的平均年龄是75岁，这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年龄。看来人类是被端粒扼住了命运的后脖颈，卡得死死的。不过布莱克本也通过实验发现了好消息，他发现一些丝膜虫在细胞分裂的时候，端粒并没有变短，反而还变长了。很快他发现人体内也有一种物质可以降低端粒的磨损，那就是端粒酶。可惜它的活性有限，除了造血细胞、生殖细胞等不断分裂的细胞外，其他细胞分化成熟后，端粒酶的活性就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大家可能会想，既然这样，那就缺啥补啥呗。不过布莱克本教授不建议补充端粒酶，因为它会打破人体细胞的平衡，可能诱发一些疾病，比如癌症。癌细胞咱们都知道，就是不受控制的变异细胞，可以无限分裂。现在用于肿瘤研究的癌细胞还是海拉细胞，1951年从一位黑人妇女海瑞塔·拉克斯体内提取后，一直分裂至今。端粒的长短跟基因有关，不过也受环境的影响。有个现象是，如果一个人的家里发生了变故，那他有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甚至一夜之间苍老很多，一夜白头真的不是夸张的形容。端粒效应的第二作者埃佩尔本身就从事心理压力研究的工作，他发现一些长期照顾生病孩子的妈妈特别显老，于是布莱克本测量了这些妈妈的端粒长度，发现了3个现象：一、照顾生病孩子的时间越长，端粒就越短。不过也有一些人例外，
虽然照顾时间长，他们的端粒似乎并没有缩短。2. 觉得自己照顾孩子的压力特别大的妈妈，端粒最短。3. 觉得压力最大的妈妈们，她们端粒酶的活性也很差。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压力并不是影响端粒的因素，影响端粒的是应对压力的反应，也就是压力管理，而且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人们在面临压力的时候，一般会有2种反应，一种是威胁反应，一种是挑战反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2种反应的区别。比如你明天要考试，但是没复习，如果是威胁反应，你就会紧张焦虑，感觉胸口上压了一块石头，喘不过气来。如果是挑战反应，你就来劲了，像打了鸡血一样去复习。这些不仅仅是心理压力，更像是生理反应。事实如此，威胁反应让血管收缩，血流量减少，另外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迷走神经活动下降，你会觉得身体僵硬，手脚冰凉。反过来，挑战反应也会让你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但血管不会收缩，而且血液含氧量提高，有更多的血液流向大脑和四肢，以便调动全身来战斗。端粒缩短的快慢就取决于不同的生理反应。怎样才能把威胁反应变成挑战反应呢？书中提到了爱杜克的认知解离法。1. 语言距离法，就是把自己抽离出来，以旁观者的身份跟自己对话，这样不会陷得太深，还能正向引导自己。2. 时间距离法，就是看远一点，想想10年之后这个事儿还能有什么影响，没准10天之后你都已经忘了。除了短期的压力会让端粒变短，长期的心态也会影响端粒长度。书中提到3种典型的负面情绪。第一种敌意，这种心态一般在强势的人身上比较常见，就是觉得别人处处针对自己，领导穿小鞋了，同事挤兑了，老婆不理解了，孩子不听话了，这会让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变差，心情自然会不好，从而影响健康。第2种悲观，这种人遇到事情总会有负面的预期，所以一直处于消极的情绪状态。我们看那些长寿的老人，生活习惯好像并没有多健康，有些老人甚至抽烟、喝酒、吃肉3大爱好，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心态非常好，把生活琐事看得很淡。2019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乐观的生活态度会让你更加长寿，并增加活到85岁的可能性。第3种胡思乱想，据统计，人们在做事的时候，50%的时间都在走神。咱们之前提到过，走神本身就比专注更消耗大脑能量，而且人们往往想的都是负面的事情，就是无形中给自己增加压力。要摆脱这3个负面情绪，除了上面提到的语言距离法，我们还可以用专注当下的事儿来取代负面情绪。一个念头你越是想忘掉，你就越忘不掉，这叫做矛盾反弹。当你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原本的念头就消失了。最后你还可以用冥想的方法，每天10分钟，不仅可以提升专注力，还能改善长期顽固的负面情绪。除了被动减小端粒的磨损，我们还可以主动出击，让端粒更耐磨。1. 锻炼。什么样的锻炼对端粒最好呢？书中提到3种。第一种是有氧耐力运动，比如慢跑、游泳、骑单车，每周3次，每次45分钟，坚持6个月，端粒酶的活性可以提高1倍。第二种是高强度间歇性训练，就是高强度运动跟修复运动交替进行，比如快跑3分钟，慢跑3分钟，再走路10分钟，这个流程每天重复4遍，每周3次。第3种是阻力运动，就是力量训练，比如举重。2. 睡眠。人在睡眠的时候，身体会进行一系列的 DNA 修复、排出废物等生理活动，所以睡眠真的很重要。那睡多久好呢？研究发现，每天睡眠时长最好在7个小时以上，当然也有些人例外，每天睡4到6个小时就够了。我们可以用睡眠革命里的一个方法来测试，先按照每天7.5个小时，也就是5个睡眠周期，每天固定入睡和起床时间，观察1周的精神状态。如果每天都起不来，就增加1个周期，反之减少1个周期。另外，睡得早晚时间的长短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但是一定要符合自己的昼夜节律，就是生物钟。晚上困了不要硬撑，早上醒了也不要硬睡，因为你的身体比你更了解你的生物钟。3. 体重与饮食。我们来看看这2位女士的身材，左边这位腿很细，但腰围很大，右边这位刚好相反。你觉得哪位女士更健康？答案跟你的审美一样，右边这位女士。其实体重跟端粒的关系不大，端粒更在乎的是肚子的大小，或者说腰臀比。有些人的肉是长在皮下脂肪，就是四肢比较胖，这没问题。怕的是胖在肚子上，这可能反映了新陈代谢水平低，会让端粒变短。怎么样调整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饮食，当然不是说把自己饿瘦，因为人体是个反脆弱系统，故意少吃虽然暂时变瘦了，但身体是越缺什么就会尽可能吸收什么，所以很容易反弹。国际上比较推崇的饮食结构叫做地中海饮食，比如应该多吃蔬菜、水果、全麦类搭配鱼和乳制品，少吃红肉、加工肉类、含糖饮料和酒类。不过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所以仅供参考，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调整。4. 环境。有个科研团队研究了900位生活在九龙跟新界的人，结果发现生活在新界的人端粒更长，因为九龙是市中心，
高楼耸立，车水马龙，新界市郊区有很多绿色植物，所以我们没事了还是得多亲近大自然。老了以后回农村养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跟我一样，每天久坐8个小时以上，微信步数不足1000，那你不必担心自己的腰和腿，因为更大的受害者是大脑。反过来，如果你每天都有一定的运动量，最大的受益者也不是肌肉和身材，同样也是你的大脑。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从脑科学角度聊聊每天活动一下，大脑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相信我，坚持看完你会有想要走2步的冲动。你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一直在下降？这是因为25岁之后，大脑就会持续萎缩，目的是剔除掉一些用不到的脑细胞。虽然大脑也会持续产生新细胞，但过了25岁这个分水岭，脑细胞的死亡速度就超过了新生速度，于是大脑的体积每年都会缩小 0.5% 到 1%。 我们学任何知识，大脑都会把信息临时存储在海马体，这个过程叫做短期记忆。不幸的是，海马体的体积也会随着大脑同步萎缩，这也是记忆力下降的直接原因。大脑健身房提到一个实验，受试者被分成2组，一组进行耐力训练，另外一组只是简单的伸展，不会引起心率变化，所以相当于没有训练。1年后扫描他们的大脑，发现伸展组的海马体体积缩小了 1.4%， 这很正常，因为它确实每年都在萎缩。但耐力组的海马体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增大了 2%。研究者也觉得奇怪，继续观察受试者的大脑，他们发现运动能提高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的浓度，而 BDNF 增加的越多，海马体体积就增长得越大。 BDNF 相当于脑细胞的护卫队，当脑细胞接触到 BDNF 时，能避免被其他物质损害。耐力组的海马体没有萎缩就是这个原因。另外， BDNF 还能增强神经元之间的链接，这是形成长期记忆必不可少的一步。所以在 BDNF 叠 buff 一样的作用下，我们的记忆力不仅不会衰退，还得到了一些提升。即便你没有耐心坚持慢跑或者骑自行车也没关系，因为只要运动，大脑就会立即释放 BDNF， 它的作用能持续24小时以上。在这期间，刚好有个短期记忆转变为长期记忆的巩固过程，所以运动完再学习，效果立马就遥遥领先。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边学边动能让记忆力更进一步，比如一边散步一边记单词，因为运动时流向大脑的血液增加，在血液中氧气和营养的补给下，大脑的各项认知功能都得到提升，记忆力自然也水涨船高。这是5个箭头，你需要判断中间箭头的指向方向。听上去很简单，但如果每个只出现2秒钟，你能保证全部正确吗？这是个选择性注意力测试，研究者用这个方法来验证运动对注意力的提升效果。受试者被分成2组，先进行了1次测试，然后一组每周在跑步机上走3次，每次45分钟，另外一组则没有训练。6个月后再次测试，结果显示步行组表现出了更好的选择性注意力。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得知道注意力不足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比如你正在工作，一会儿点开手机弹出的消息，一会儿又纠结中午吃什么，这是因为工作没法给你带来足够的兴趣，所以大脑尝试寻找周围更能产生刺激的事物。现在人们的认知资源被碎片化信息抢夺的七零八碎，注意力也就显得格外稀缺了。而医生给那些有注意缺陷的患者开的药物，其实是维持大脑奖赏回路中多巴胺的浓度。多巴胺咱们聊的最多的就是成瘾，而这恰好是我们做某件事的欲望大小和专注程度。大脑的奖赏回路因人而异，有些人的多巴胺受体比较少，这也就决定了只有更强的刺激才能启动他们的奖赏回路。多巴胺浓度不够，就导致了能让正常人产生兴趣和保持专注的事情，在他们看来索然无味，也就更容易被其他事情干扰。
当然，并不是说必须通过药物才能提高多巴胺的浓度。当你跑步5分钟，大脑内的多巴胺浓度就开始上升，适当增加运动强度，提升比例还会更大。结束后，多巴胺也不会迅速消失，它能维持好几个小时。所以起床后散步或者慢跑半个小时，你会在白天的工作和学习中收获更好的专注力。另外，久坐会导致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少了氧气和营养的供给，它就变得思维迟缓和注意力涣散，坐的时间越长，大脑的效率就越低。好在起身活动8分钟就能加速血液流动，让大脑重回高效的状态。试想你正在打游戏，突然想起明天要考试，但自己一点都没复习，这个时候你开始紧张了，这种短暂的压力感让你的肾上腺素飙升，你马上就有了抱抱佛脚的冲动。所以短暂的压力情绪是正常且有益的。问题是现在人们面临的压力大多是长期的，拿不出手的成绩单，可忽略不计的收入，每月固定划走的房贷，这些压力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就好比你每天都发现第二天要考试，每天都得临时抱佛脚，那种感觉太残暴了。当出现压力状况，大脑的应激系统开始行动。首先是杏仁核，它把威胁信号传递给一条叫做 HPA 轴的结构。HPA 轴的最后接收部门是肾上腺，收到上游指令后，它开始释放皮质醇，身体和大脑就变得高度警惕，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我们会在这短短的1秒钟内决定跟它拼还是赶紧溜。好在大脑中还有2个刹车，额叶和海马体，它们在分析后会告诉大脑不用过度紧张，让应激系统保持动态平衡。短暂的压力调节机制看上去完美，但长期如此就麻烦了。杏仁核会把持续性压力识别为威胁， HPA 轴就一直在工作，高浓度的皮质醇增加了杏仁核的敏感度，所以你会陷入一旦焦虑就越焦虑的恶性循环中。而且皮质醇有个名字叫死亡激素，因为它的浓度长期过高，会杀死额叶和海马体的新生细胞，造成这2个区域的损伤，也就影响了我们的认知功能，记忆力衰退，注意力涣散，思考力下降。这跟短期的压力状态完全是相反的。不过脑科学研究给了我们最简单有效的改善方法，只需要散步或者慢跑20分钟，就能给应激系统涂上润滑剂。焦虑感不仅会在运动后降低，而且能在之后的24小时保持较低水平。如果长期坚持，运动还能强化额叶与杏仁核之间的联系，提高对杏仁核的控制。另外，运动时也会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这跟压力状态下几乎一样，相当于每次运动都是应激系统的一次演练。大脑学会之后，就会觉得出现这种生理变化并不一定都是坏消息，所以在下次真正遇到压力时，就不会再释放过度强烈的信号，我们的焦虑情绪也就慢慢改善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写作时有个习惯，早上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10点，午饭后跑个10公里，然后再去游泳，每天都保持这种规律，直到写完一本书。他觉得能在运动中获得体力和创造力。那运动能否真正提升创造力呢？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把176名受试者分成2组，让他们做一些考验创造性思维的活动。区别在于，其中一组是在散步后进行的，而另外一组则是休息后进行。结果显示，散步组在发散性思维和产生新想法的表现上更加出色。要搞清楚运动对创造力的影响，我们得先了解创造力的来源。大脑有个部位叫丘脑，它负责把大脑接收到的海量信息进行分流，相当于是一位助理，哪些信息比较重要就传送到大脑皮层这个老板那儿，而无关紧要的信息就挡下来，放到潜意识忽略掉。这种机制是为了避免大脑皮层出现信息过载的情况。我们的创造力水平就跟丘脑允许通过的信息量有关，大量的信息会激发我们跳出固定的思维模式，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创意，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的机会也会增加。而要让丘脑放现更多的信息量，就需要一个通行证，没错，还是多巴胺。研究发现，丘脑内多巴胺的浓度增加，丘脑向大脑皮层传送的信息也会增加，这刚好是创造性思维的关键。但多巴胺的浓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当大脑皮层持续接受大量信息时，就会造成信息过载，而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中。他们的大脑同时接受到太多强烈的刺激，就会产生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幻想和一般人也跟不上节奏的思维。所以人们常说天才与疯子只有一线之隔，像梵高、尼采这些极具创造力的大师，却都在不同时期罹患精神疾病。所以
我们还是适当增加多巴胺的浓度，适当提高丘脑的信息传送量即可。跑步30分钟，你就能感受到运动对创造力的提升效果，而且能持续2个小时以上。大家应该有过这种经历，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出去活动一会儿再回来，突然就豁然开朗了，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另外，前面咱们也提到，运动增加了流向大脑的血液，大脑的各项认知功能都能得到提升，当然也包括创造力。不过要注意，适当的有氧就行了，如果强度过高，更多的血液会流向肌肉，也就顾不上大脑了。虽然现在的人们大部分时间不是坐着就是躺着，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人类的大脑是为运动而生的。几十万年前的智人只有不停地走，不停地跑，才能找到猎物，躲避天敌，才能更好的生存繁衍。所以大脑的首要任务就是支持这项能力和行为。只是到了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忽略了其中的益处。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了，不妨先放下手机，活动活动。只要愿意坚持，健康的身体和灵活的大脑一定会给你答案。